我真係好想喺沙漠度讀書啊！好多沙啊！我今日好想介紹呢本書俾大家，叫做《原諒的藝術》。咁我諗咧，要讀都有啲難噶啦。世上咧就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眼。咁我而家人咧就喺呢一個杜拜嘅沙漠。呢本書係我上個禮拜喺圖書館無意中立到而好有共鳴。即係點解我對某一個人或者某一件事敏感或者發脾氣，但係其實追溯翻個源頭，其實係自己身上面出現嘅一啲嘢而令到自己嬲咯。第4章，阻礙原諒嘅迷思。除咗大腦嘅壓力反應，人們不願意放下各種怨憎嘅一個原因係對原諒有所誤解。我稱之為原諒嘅迷思。遺憾嘅係，呢啲迷思會阻礙我哋放下心中嘅仇恨，即使我哋明知道佢哋唔係事實。以下係最常見嘅幾個迷思。迷思1：那個人已經過世或不在我的生活圈，所以沒必要原諒。你可能以為眼不見為淨，然而如果你對於那個人依然抱持着負面情緒和想法，就表示你心裏的傷還沒愈合。心懷怨恨多少都會影響你的生活和人際關係，無論這樣的怨恨是大是小。原諒或許是對逝去者的寬容，但這樣做主要是為了避免你繼續用恨意同憤怒去折磨自己。我經常見證學生同埋個案喺原諒咗過世多年嘅父母之後，自己嘅生命亦都隨之改觀。哇，好靚！我帶領嘅原諒小組入邊有名40幾歲嘅女士，佢喺原諒咗父親對佢童年造成嘅傷害之後，多年嘅腳痛竟不藥而愈。呢度想補充少少嘢，呢本書前面講咗一句說話係好有啟發性嘅。佢話原諒就係放下你認為別人欠你嘅東西。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做好多嘢，我哋都覺得希望得到回報，或者唔知大家覺得咩係原諒呢？好，翻嚟啦。迷思2：我根本就唔需要原諒，因為我再也不想看到對方。原諒不等於和解，和解係指撕破面的雙方言歸於好，卻不是原諒必然的結果。一個人可能原諒了加害者，同時選擇從此不再見到對方，以免受到更多傷害。若是想要加速和解，必須要能原諒對方造成嘅傷害。針對經歷過出軌外遇嘅夫妻所做嘅大量研究，證明咗原諒彼此嘅正面療效。知名牧師同埋作家華里克 Rick Warren 曾在2009年奧巴馬總統的就職典禮上帶領眾人祈禱。他告訴我們，聖經教導我們重拾破碎的關係有3個要件：悔改、修復、重建信任。事實上，他特別強調，信任每隔一段時間都得重建，你必須重新贏得信任。迷思3：原諒就是縱容或姑息做錯事的人。原諒並不是縱容錯誤的行為或默許惡行。費瑞德·勞斯金在他的傑作《為愛原諒：關係健康長久的秘訣》（Forgive for Love: The Missing Ingredient for a Healthy and Lasting Relationship） 中指出，縱容是認為錯誤的行為不算什麼，因此不需要原諒。可是當我們受了傷並為此傷心難過時，原諒總是必要的。吸毒者的家人或許會原諒你的行為，但不會因此縱容他繼續吸毒，而是盡一切力量幫助他戒毒。小孩弄壞東西並得到原諒，並不表示爸媽縱容他的行為。事實上，他可能會得到符合其年齡的懲罰，只不過是帶有愛和理解的懲罰。
這樣孩子才能學到教訓。用憤怒施加嘅懲罰只會灌輸孩子恐懼，助長他們內心的怨恨。研究顯示，不帶憤怒的處罰反而成效更佳。在學校擔任心理輔導老師的期間，我常看到父母因為擔心傷了孩子的心，甚至失去他們的愛和認同，所以就放棄原則，不處罰犯錯的孩子。孩子也就無法從錯誤中學到教訓。在理想的狀況下，孩子應該知道一旦打破規則，就必須接受事先定下的處罰。這個迷思的另一面是，常有人誤以為要是順了對方的意，大家就會覺得我很軟弱。若是你有這樣的想法，何不想想，一直憤恨難消，還得承受負面情緒對身體的傷害，真的划得來嗎？記得原諒是為了你好，不是對方。原諒或許對他們有好處，或許沒有，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對你一定有幫助。迷思4，我試過了，但就是辦不到。你或許有千百個無法原諒的理由，但這不代表你不能放下心中的怨憎。從本書的練習中，你會學到更多有效的原諒方法。有時候原諒之後也會後悔，這樣的情況並不少見。通常我們需要更深入檢視事件，把雙方的觀點都考慮進去。迷思5，我太生氣或太受傷了，原諒談何容易？在原諒的過程中，你必須對自己的感受有所覺察。因憤怒而引起的暴力衝突，尤其能夠看出強烈的情緒對我們造成的影響。每當怒火和敵意在心中升起時，我們全身上下都會不由自主地繃緊，接着壓力便會啟動原始大腦的反應。任由憤怒和怨恨佔據你的腦袋和心靈，百害而無一利。這樣做只是暫時釋放了情緒，卻沒有解決問題。明確果斷不等於衝動行事，你可以學會立下界線，同時不被憤怒這種負面情緒挾持。當你能夠不帶憤怒的立下界線，那是因為你的心得到力量和平靜，不再陷入憤怒和怨恨而不能自拔。原諒需要時間，你必須先平靜下來，才能有效達成目標。冥想、耍太極、祈禱、靜思、親近大自然、按摩、瑜伽、運動、跟朋友聊天，都是重拾平靜的好方法。甚至為對方祈禱也頗有成效。走啦，下次再同你講察覺隱藏喺表面下嘅情緒啦。拜拜，拜拜。Welcome to church。आ रही है। भाई वो मोबाइल उठा रहा है, पूछ रहा है इसका नाम क्या है। मैंने बताया उसको, वो मोबाइल उठा रहा है, वीडियो बना रहा था पहले।